伸出你的左手，看看手心之中是否有着这样一个印记。如果有，也许世界的命运将掌握在你的手里。邪恶的入侵，正义的反击，即将坠落的是我们，还是暗红色的苍穹？义唯有飞翔才能成长，权唯有战斗才能坚强，心经历了抉择，忘却了迷茫。少年侠岚们在飞沙鸣风的时刻，保持着信念，紧握着希望。桃源镇，这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小镇，侠岚的故事曾在这里流传，而我们的故事也是从这里开始的。传说，如果手上有着这个神秘的侠岚印记，你就拥有成为侠岚的资格。我一定会成为侠岚。但对于这个叫展翅的少年，印记似乎不仅仅意味着一种资格，更多的是意味着他救出姐姐的决心。这份决心如同这个印记一样，早已烙在了他的心里。带着这份决心，展翅终于通过了辣妈的考验。我一定会成为侠岚，是他的誓言。你要是再回头的话，在辣妈不舍而又期盼的眼神中渐行渐远。而踏上这旅程的却不止展翅。千钧这个神秘的少年把展翅从危险之中救了出来，但没想到却陷入了更大的危机。逃，一个简单的字眼，却在展翅的心中激起了巨浪。快跑！追根溯源，全都出自那内心深处最痛苦的回忆。不要逃跑！爆发，可怕的爆发，爆发的可怕。至少在千钧看来是这样的，可怕、惊讶还有不解，为什么眼前的少年会拥有灵力？快走！不走！你干嘛把我绑起来呀？同路但不同心，带着展翅，带着不解的疑团，千钧朝着传说中的9公岭进发。对展翅的灵力，千钧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反感和排斥。这个少年又有着怎样的过去呢？是同病相怜，还是惺惺相惜？你睡着了吗？刚才你为什么那么生气？篝火旁，星空下，一根绳索牵连的是相似的遭遇和相似的痛。你被灵伤害过吧？误会、斟酌、分组，注定的命运使2个人走到了一起。展翅和千钧将在赤天殿参加侠岚的选拔，而这次又有一个新的朋友加入了进来。传奇般的友谊自此开始。
神坠突破了重重险阻，我都展翅、千钧和陈月终于如愿以偿，在赤天殿镇殿使太极侠岚易痕熙的带领下，开始了他们的侠岚修炼。走到我面前，走到我面前，看似简单的一句话，在破碎虚空中却蕴含着元气驾驭术的妙理。这就是易痕熙的第一课。展翅，你怎么了？白纸，是的，易痕熙老师就是这样形容展翅的。但白纸并不是展翅的劣势，相反，如果运笔得当，白纸上便可呈现出缤纷的画卷。努力参悟，挥汗修炼，成与败，往往就是机缘巧合的一瞬之间。但巧合之下，也涵盖着必然。对辣妈的情感，促使展翅悟出了自己的元气，那是红色的元气，是火属性的元气。侠岚的修炼充满艰难困苦，而问题的解决则不能仅靠一腔热血。不错，聚气过后是泵气。闭上眼，打开心，找到问题的关键。在包括游刃大叔等人的帮助下，展翅通过了破阵统领的考验，夺回了自己的侠岚碟，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。所谓练兵千日，用于一时。4项侠岚们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一次任务，前往7星冢调查灵的动向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原本简单的任务因5败之破的出现变得复杂起来。局势瞬息万变，战斗一波三折。最后，展翅与千钧联手战胜了破，也化解了齐介、齐磊两兄弟的矛盾。原以为任务就此结束，但易痕熙和他的学生们此行注定一波三折。前行的路上枝节横生，他们要面对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灵的阴谋渐渐浮出水面。七魄之咒在准备着一个灵术，一个诡秘的灵术，一个为了进攻9宫岭而特意准备的灵术。为确保灵术准备的顺利完成，身为七魄之首的贾叶派出了一位神秘人物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山鬼瑶，这个叛境侠岚，他曾经抢夺神坠，他曾经背叛师门，现在他率领着亥和散这2个5败出现在了展翅等人的面前。绝气逆空，这个不可思议的结界，终于使易痕熙将所有的线索与山鬼瑶联系起来。要逃出去，摆在展翅等人面前的只有一条路：击破五鼎。易痕熙、山鬼瑶曾经亲密的同伴战友，而今却注定要在这绝气逆空之中进行决死的战斗。激战，胜负难分。你的速度真是……尽管破坏了地坤之鼎，但易痕熙清楚，赢的那个不是自己。究竟还保留了多少实力啊？火离耀月，展翅的侠岚术，在千钧和陈月的启发下，展翅击破了天前之鼎。太好了，我打碎天前之鼎了。会合的师徒4人再次被分开了。这一次，展翅和千钧要联手对付5败之散，而要战胜散，就要先战胜各自心中最大的阴影。知道了，放心吧，你的仇恨就由我来摆平。我来干掉你的自责。面对心魔，展翅与千钧用计战胜了各自的对手。嘿嘿，终于在接下来的战斗中，易痕熙和他的学生们相继斗败了5败中的散和亥，并接连摧毁掉了由他们镇守的雷震之鼎和水坎之鼎。成为侠岚，姐姐，救出姐姐。姐姐，此刻，姐姐就在眼前，梦想就在眼前。可是，与山鬼瑶力量的悬殊，在姐弟2人之间，仿佛筑起了一面不可逾越的高墙。对自己的失望，对山鬼瑶的愤怒，疲惫躯壳下是撕心的痛。这种痛足以使任何人陷入疯狂，更何况是体内充满灵力的展翅。任务失败，姐弟离散，误伤同伴，留给展翅的只有无助和伤心。
无尽的苦楚无人理解，而要想忘却痛苦，却只有一个办法。你首先要去一个地方，退意林，褪去所有关于霞兰的记忆，褪去所有关于同伴的记忆，甚至褪去关于姐姐的记忆。但是展池并不孤单，他还有朋友。你说什么？他的朋友们绝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。现在，归海去了退役林，游不动，千钧，陈月，他们极力的挽回展池，挽回朋友。朋友们的努力使展池终于明白了，放弃无法解除痛苦，勇敢的面对才是霞兰的选择。暂别9公岭，展池踏上了控制灵力的特训之路。离开是为了变强，这一次不舍和期盼的眼神来自这些不离不弃的同伴。终于，经过玄天殿镇殿使太极霞兰天净沙的严格训练，展池学会了控制灵力。这是灵力？是的，做得不错。带着修行的成果重返9公岭，因为神坠试炼即将开始。扰龙是太极霞兰，与此同时，灵的阴谋也正式展开。那个叫归海的，归海遇险，成了纣的傀儡。于是，潜入9公岭的计划开始了。还是扶桑广场，还是扶桑树下，每个殿的小霞兰们都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神坠试炼，紧张而激烈。既是比赛，必分胜负，但除了胜负，透过比赛还能看到另一些东西。虽然游不动输给了千钧，但此时输赢已不再重要。反过来，杨天殿毒龙虽然获胜，但其他人的目光却分明在告诉他，赢未必是真赢。比赛越发激烈，乌马、丽妃、金尺、石座、地莲、莫丑、霞鹿、石牛相继出场，神坠试炼已至白热化阶段。与此同时，被纣所操控的归海也开始了行动。面对并无把握战胜的对手，碧婷没有退缩。蝶与鹰，陈月对碧婷，这是2个朋友之间的公平较量。终于轮到自己了。踌躇满志的展池没想到，在完全与外界隔绝的比赛场内，会被眼前的归海使用灵术打倒。灾难接踵而至，夺走神坠的纣开启了媚谷与9公岭之间的传送阵势，召唤来了霸凌大军。9公岭面临黑暗的侵袭，大战一触即发。众霞兰听令，不惜一切保卫9公岭，夺回神坠。夺回神坠，没那么容易。贾叶大人，恭候多时了。
比赛开始，飞旗借上。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又一次失败了吗？在同伴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又一次倒下了吗？还是和以前一样吗？展翅，快跑！小时候，我认为霞兰就是最了不起的、最厉害的英雄，可以打败所有坏蛋，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自从姐姐被山鬼妖捉走后，我就发誓，一定要成为霞兰，救回姐姐。就算这条路再怎么困难，再怎么不好走，我还是咬牙通过，最后成为了霞兰。从那时起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我也会如愿以偿找到姐姐。为此，成为霞兰之后的日子里，我一直在努力。墨雨姐姐为什么会被捉走？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，也曾去问过易恒熙老师，但是他似乎也没有头绪。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姐姐还活着。我一直努力着，可是在我好不容易找到姐姐的时候，我却没能带她回来。那一次，我倒下了，因为误伤穿越而倍感自责的我，险些放弃了霞兰之路。是我的朋友们将我从悬崖边一次次的拉了回来。誓言。经过艰苦的训练，我回到了9公里。离开是为了变强，这是我离开9公里开始训练前对自己说的话。展翅，现在我变强了，我回来了。你总算回来了，开始参加神坠试炼，就宣布你弃权了。看着同伴们一场场精彩的较量，我也期望自己能在比赛时做得最好，不再失败，不再倒下。可是现在，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，我却又一次倒在了地上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9公岭被敌人侵入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神坠被夺走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朋友们身陷危险之中。
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？为什么？每次在大家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却……姐姐，我不要再这样，不要再这样！站起来，站直，站起来呀！过去的失败，过去的挫折，我已经不能改变。后来的誓言，后来的努力，不都是为了能在大家需要我的时刻挺身而出吗？如今，这一刻已经到来了。只要我能抓住现在，那么一切都还有希望。我生命中的下一个过去，也许就不会再有失败。对，我还能呼吸，我就要战斗，我要保护同伴，我要夺回神坠。为了那些绝对不能失去的东西，这一次，我要把握住手中的现在。